殿下，您为谢娘子订的蜜花桃酥和几味蜜饯送来了，请您试吃，看一看哪一种最合谢娘子的口味。这是谁做的？抬起头来。是你。殿下，还记得奴婢？把其他人带下去。都退下去吧。你怎么会做山楂糕？奴婢在宫外时，于晋安王府常住过一段时日，常听府里的下人们谈起谢娘子为您做山楂糕，便学着她的手艺做了些。谁允许你做的？姑现在看到山楂糕，一想到心爱的夭夭和谁在一起就来气。滚！灼灼，怀一腔赤诚，人不枉一生执着，手挥斥方遒，扶风起云涌，常怀想苍穹，矢志不忠，以命为守，勿忘，以魂招肝。阿木疼，轻点吧，要不还装？还是有点疼的嘛。以前你总想着游历山川，行走天下，走过了这一遭，以后还想去吗？阿母，瑶瑶走出健康，才知真正的天下为何物，没有锦衣玉食，也没有华彩钱灯。就像今日大堂上那个女孩，她就那么亲眼看着自己的哥哥惨死在自己面前，可能她这辈子再也没有亲人了，而且也没有人再给她煮蜜水喝了。可是有的人心又是那么的坏，就像那个崔俊，他为了却骨令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放过。对，我与文熙皇后情同姐妹，常听她聊起哥哥，说他兄长是个胸怀大义、志向高远之人，为了勘察大业矿藏，几乎走遍了全国。可今日见崔俊所作所为，跟文熙皇后说的完全是两个人。从未见过。那你父亲自漠北游历回来之后，可有何异常？我曾听母亲提过，父亲从漠北回来时身受重伤，伤愈过后便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性情冷漠，暴力严苛，再也不复往日的慈爱。没过多久，我母亲便离世了。你再想想，还有吗？母亲还与我说过，不知为何，父亲喜欢研究上了矿藏和舆图。你再想想，你父亲平日里都喜欢吃什么？没什么喜欢的，也没什么不喜欢的。但是这几年我发现父亲不大爱喝茶了，反而爱喝牛乳和牛乳做的各种糕点。
北秦我做给少央的吗？你消失了20年，我还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。楚竹，还是没能逃过你的眼睛啊！你换了一副面孔，隐藏在南野，是少央让你这么做的吧？这是主人的命令，也是我的使命。那真正的崔俊呢？20年前他游历漠北时，为了夺他绘制的矿藏舆图，我杀了他。只可惜晚了半步，他已将舆图送回上京，而这舆图后来被文熙皇后藏在了阙古令中。我问你，安禄二世还有我族人的冤案，也是你一手炮制的。我是少央买来的奴隶，他是我的主人，他要我做什么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要去做。包括他要我除掉安禄二世和你的族人。好，不仅我的恋人背叛我，就连我最好的朋友也背叛我。前不久在健康，我见到过少阳。主人还好吗？你的主人身染重疾，回到北京不久就去世了。你还要为他卖命吗？这是我设计的，用来建造皇陵，注水封盖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毁掉灵风铺，矿洞中被污染的铁水都被封在这轮盘之下。3个时辰前，我已经开启轮盘，很快铁水即将淹没灵风铺，所有的人都会死。疯子！轮盘机关布满暗器，穆莲英，你这一去必死无疑。你们全都给我陪葬吧！这是我阿母刚熬好的蜜水，也给你带了一碗，快趁热喝了吧。该不会给我下毒了吧？下了，什么曼陀罗啊、乌头啊、千机药，我都说了下毒了，你还喝？想被你毒死呀？甜吗？谢谢你救了那些女孩。杀人灭口的话，这些女孩子怎么办？也谢谢你救了我阿母。你身上的伤还疼吗？行军打仗受点伤很正常，这点伤算不了什么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可是因为崔俊，我阿母她当年在上京听文熙皇后说，她哥哥本是个胸怀大义之人，如今却变得面目全非。你是不是觉得他不会这般轻易束手就擒？设计的还能难住我？少阳，我来了。世子，
矿洞发生坍塌，袁小六死了。萧无意，袁小六，师傅，袁小六，袁小六，师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阿父要与我们大家同归于尽，被污染的地下水全都被封在这矿山之下。我阿父开启了机关，要让污水淹没整个灵峰铺，我们大家都会死。必须把他带回健康，这样才能把存世之罪告知天下，才能真正为那些枉死的人报仇，这才是天理公道。过客，落自无悔，秋雨的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爱恨难断，如风沙一波，乱箭是非，终究不可说。此生在世间，梦外云朵。你师父舍命救了我们所有人。郡主，实不相瞒，此番我也是受太傅所托。太傅知道郡主可能在灵峰铺，便托我给郡主带句话：健康谢氏，永远带郡主平安归去。不必，既然和离，再无牵挂。郡主洒脱，乐君佩服。经此一劫，乐君也才知道，原来这世间当真存在雀骨令。这几年，坊间一直传闻，雀骨出，天下定。不知郡主若几枚令牌就能改天换地，萧世子又何必要改制？这雀骨令不过是文熙皇后带给身边人的一些念想，至于那什么文熙太子，更是无稽之谈。那日我在堂上，就是为了逼崔俊自乱阵脚，所以才这么骗他。你也是雀骨令的指领人，都肩负着大业难度，辅佐文熙太子。文熙太子早死了，他没有死。我与文熙皇后情同姐妹，若她的孩子真遗存世间，我该有多么疼爱她，又怎么会这么多年对她不闻不问呢？那就好，我方才还在为我哥哥担心。若世间真有文熙太子，那我哥哥到时又该如何自处啊？今日听郡主这番话，我终于安心了。那乐君就先告退了。怎么样，截获了吗？郡主是否提及文熙太子的下落？把齐王府的乳母带回健康。你哥哥根本不是大爷血脉的。云昭早就怀疑齐王的身世，他此番去瓜州，恐怕是要用自己手上的雀骨令，去号令其他持令之人，重新扶持立业宗室。不好，他要揭发哥哥身份。
这是我大业鱼图，你闭上双眼，射出飞镖，射到哪儿，咱们就去哪儿。我不用蒙眼，我直接射就行。来湖有一处水上云间，那咱们就去来湖。不喜欢？那咱们就一路南下，去寻天下最好的铜矿。阿母，我其实，算了，没事。你不喜欢与阿母一起游历？那夭夭，你想去哪儿？啊，对了，我还想到有一处好地方，那里有你最喜欢吃的荷叶豆腐，盛夏之时还能乘船出海。阿母带你一起去看海，看海上日出，可好？阿母是在给阿父写信吗？对，有些事，我想应该与你阿父说清楚些。崔俊的身份有问题，当年安陆二世的冤案，恐怕也有问题。那阿母不打算回健康了？你呢？难不成你想随萧无一去北境？阿母，我没有，这个只是答应我师父的，我不能食言。夭夭，你觉得萧无一如何？啊，在靖安王府的日子，过得可都好？阿母，我觉得他好像跟传闻中的不太一样，是一个很好的将军。契约无一，与子同袍。他的确给自己取了个很好的名字。不过，我问的是他这个人。他有时候挺招人讨厌的，但大概可能算是个君子吧。过去的就当都过去了。萧世子既愿意放你离去，你可曾为自己的将来做过什么打算？我当然是去跟阿母游历天下呀。阿母不是都计划好了？从前是夭夭不懂事，总惹阿母生气。以后我就日日黏着阿母，咱们永远不分开，好吗？这么快就要走了？凌风铺的事瞒不住，这一路怕是有不少人对雀骨林动心起念。我与你们若一道走的话，怕是会有危险。我安排另一路回健康。你回健康？靖安王府？我和阿母先送乐君回健康，然后直接南下去蜀郡。蜀郡？我阿母说她曾经在那里见过青池，所以我也想要去看看。那你天儿掳走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师父的火棘里我会继续研究的，等有了消息，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
看。老李，来了，还是老样子，先前各半。是是。稍等啊，我夫人呐，就好你做的饵饼，她离家多日，怕是想极了这口。您家夫人有您这般上心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！好，多谢啊。好，家主送来了密信。我已获知雀骨令之谜与矿藏有关，令云昭郡主与崔郡手中各持一枚雀骨令，谢家瑜与萧无一已非昨日，郡主恐与萧无一联手，我欲放手一搏。他怎么会与萧无一联手？这不可能啊！切勿轻举妄动，一切会健康再做打算。此信派人交给平宁县主，记住要快啊！诺。郡主、谢娘子，世子命我和青龙护送二位。世子有心了。走吧，阿母。怎么了？阿母，我有点不舒服。瑶瑶，你刚经历这场风波，想必还需卧躺休息。郡主，不如与我同城。也好，我没事，阿母，我都好了。要不咱们还是一起吧？你还是听郡主的吧。你的身体若是不好，大家都会很担心。听话，好好休息。女郎，世子说了，不让你过度劳累了。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？反正要是为了女郎好的话，我都听。我觉得女郎这么急着画火棘离，并不全是为了袁师傅。不好！阿母，将军！
我想要的女儿，并不是一个只会听我话的木偶，而是一个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女郎。你真正能依靠的，不是父母，而是你自己。世子，说服一次。凭你显出的，尚未发现。继续找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诺。女郎，这些是郡主的遗物。是少了什么东西吗？绝骨灵，是不是郡主摔下去的时候掉出来了？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阿母贴身放置。女郎是怀疑有人为了夺灵，故意残害郡主性命。坠崖之前，那匹马显然不受控。去查一下粮草，还有那个死去的马夫。好。找到线索了，找到了。何处找到的？县主命大，被挂在悬崖边上的枯树枝上，虽然受了伤，但是无性命之忧。那就好。南星查了许多事，大致情况便是如此。那匹马发狂，是因为吃了被污水污染的稻谷粮草，而那些稻谷粮草已经全部被我下令统一封存。我还特意准备了马车。如今谋害郡主最大的嫌疑人是我。明面上是这样，但谢娘子如此通透，证据越是明显，应当越不会怀疑世子。怀不怀疑我都不重要，可她是嘉玉的阿母。如今关心则乱。女郎，你怎么了？女郎，嘉玉，这么疼，快去叫人生。萧无疑，我阿母出事前，你有没有见过他，或者有没有听他提起什么人想要害他？坐上那把椅子就能够不受掣肘了吗？世家长兵，无论是谁坐到那个位置，都必受掣肘，所以我才会建立北府，建立一支不属于世家的军队。没有。我在。谢佳玉，你可知道你在喊谁？佳玉，别怕。
风又天亮的时候。燃尽心中烈火，是真如错。驾驭矿水的毒尚未减轻，也没来得及好好休养，又有郡主之事刺激，急火攻心才会如此。要继续清除余毒。需要什么药材？我让青龙去买。普通的我都有，但缺一味稀有的熊胆。女郎，你醒了。我睡了有多久了？有2日了。这什么？这么腥，这么臭？这是解毒的熊胆。哪来的熊胆？大概是蕊夫人的吧。她那个百宝箱里什么药没有啊？耽误太久了。我们该回健康了。女郎，郡主走得如此突然，这丧礼该如何办呢？按理说，太傅与郡主已经和离，郡主应该去郡主府听灵。可郡主封地云郡早已沦落北秦之手，使一直是瑶峰，健康也从未重见过云昭郡主府。那我们该去何处听灵呢？静安王府吗？日后，瑶瑶就每天都黏着你，永远不分开。世子，是齐王和太傅。咦，瑶瑶，乐君呢？乐君在后面的马车里，他与阿木一起追下山崖，现在还重伤未醒。快速回宫，宣太医。怎么会是平宁仙主和云昭一起掉下山的？阿父，是我的错。原本是我与乐君一起同城，但是因我身子不适，需要卧躺，这才换了马车。是因为马匹受惊，车子摔下山崖去了。阿父，太傅，郡主之死，非家语所愿，亦与他无关。如何与他无关？啊？谁让你跟云昭换马车的？如果没换，死的就是你。怎么会是云昭？谢氏上下人等听令，谢家瑜不过一介养女，并非我与郡主亲生。从今往后，谢氏不认此女，不许此女再踏入谢府半步。
来人，在。把郡主的棺椁请回家。诺。宗典族谱上，云昭此生都是我谢怀贵的妻子，不曾合理，不曾合理。我接妻子回家，可你们谁敢拦我？太傅，萧无义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有些话要和阿毛说。真没想到你会卷入崔氏暗中。乐君给我来信的时候，我都吓坏了。你千万别自责。乐君和郡主的事是场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我阿母并非意外而死。什么？她的却骨令不见了，是有人为了夺她的却骨令而害了她，也连累了乐君。当真有却骨令？崔俊和我阿母手中各有一枚。当初若非为此令，我也不会被崔俊骗去灵凤铺。崔俊本想用我来逼我阿母交出却骨令，但最后功亏一篑。我怀疑萧无义马匹发狂，是因为吃了灵凤铺里被矿水污染过的稻谷，而这稻谷已被萧无义清剿封存。除了他，没有人再有。他早就在灵凤铺时觊觎过崔氏矿产，所以他嫌疑最大。乐君如今重伤未醒，他若是醒来后，你让他帮我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人证线索？我让人去找了马夫的家人，希望能有什么新线索。可是瑶瑶，你若真怀疑无依的话，便不可回静安王府了。若是不回静安王府，怎么才能找到却骨令？此令极其重要，一定被他藏在某个隐秘的地方，或许就在他身上。只要找到却骨令，我就可以证明他就是凶手。瑶瑶，阿茂，我阿母死了，这世上唯一偏爱我之人，死得这样不明不白。我一定要找到害死他的凶手，无论是谁，我一定为他讨个公道。世子，兄长伤，还是请太医来看一下吧。崔俊与崔少安安排的如何了？按世子吩咐的，都安排好了。灵凤铺的事瞒不住，一下子出来2枚却骨令，是个人都会蠢蠢欲动。那得要看看，究竟谁会跳出来。萧无义，我回来了。和一之都说完了。有些乐君的事情，嘱托他一下。你在同我解释？我想要一间干净的屋子。文生院一直都是你的。我想要立牌位。我阿母生前已经决定和他和离，我怕他英灵在上，不愿意回太傅府，所以我想在文生院给他立牌位，好替他守丧。我说了，文生院一直都是你的，你自己决定就好。好。
乐君，御医说，你摔下悬崖的时候撞到了头，所以你一直睡着不醒。难道你要一直这样，睡着就再也不醒过来了吗？在那马车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瑶瑶说，萧无一为夺却骨令，害了郡主。瑶瑶也派人找到了这马夫的家人。马夫虽已死，但马夫的家人有可能看到谁把粮草换成了稻谷。只要证人一回健康，就可以立即指证究竟是谁害了你和郡主。李乐君，你是醒着对吧？还要再装吗？阿兄，没事吧？瑶瑶他们真的找到了马夫的家人，他们真的看到了。不可能！果真是你。请阿兄降罪。究竟为何？此事与阿兄无关，阿兄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你害了郡主，还栽赃给了萧无一，萧无一可不是这么好对付的。你再不说，到时候他查起来，你该怎么办？说，你去瓜州之前，究竟和太傅密谋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害郡主？因为郡主手里有一块绝骨令，因为文熙太子还活着，更因为郡主她知道，哥哥你是太傅之子。什么？心追随着你的温热，回忆勾勒你的轮廓，天地在耳边静默。若你是风，代价为何？知你知我，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多长？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不能忘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生愿望，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至天荒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